举报候审这段时间，还是要好好休养。我知道。现在这个轮椅还是得坐。没事，我都习惯了。我还嫌走路累呢。大概1年以后，我会找一个合适的医生，给你治腿。不着急。还不着急啊？都快30了。多好啊！我才30，就看清楚世界了。这世界太大了，看不清楚。就连我这把年纪的人，都没法看清楚。那就慢慢看呗。来。老白同志，奖励你的，我不告诉妈。我呀，是故意，一直没有让你妈妈知道，我就是要让她管着我点儿，要不她无聊。多久了？你终于肯搭理我了。这不是最近调休吗？才能出来。哦，对了，林方尸骨找到了，曾杰杀人罪名成立，林山涉及包庇、敲诈勒索，这下你可以放心了。我知道啊，法律是公正的。替白小玲高兴。你去见他了？你怎么看起来有点憔悴啊？这些天所里事情很多，一直在忙。都现在了，你还忙什么呀？具体的不能告诉你。总之，我越来越确定有问题，越来越确定，真相是藏不住的。你的意思是？大贵贵，我来找你是因为信任你。可能你做了很多分析推理的视频，觉得自己挺厉害的，但是我不得不打击你一下，专业和业余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你也好，你的粉丝也好，可能觉得你的分析非常准确，但是说白了，那些视频都是建立在已经破解的案件基础之上的。我们真实的办案过程怎么说呢？是非常枯燥和乏味的。我们经常是走访排查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得到一丁点的信息。在你们视频里，也就是一句话：经过警方不懈的努力就完事儿了。跳掉过程直接给结果，能不精彩吗？哎，现在很多电影电视剧拍的也是，里面的警察在那儿抽根烟思考，叭，突然间灵光一现，就找到了问题关键。现实中怎么可能？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不疏漏、不出错，靠大量的证据推断、海量的信息去判断。怎么敢拍脑门解决问题？你说的业余和职业的区别就是这个？不，专业和业余最大的区别其实是视角。就拿刘威失踪这件事来说，你的视角最开始就已经锁定在刘威肯定出事儿，所以你看任何问题都是从这个视角出发的，你的视野就窄了。不是你看不到其他问题，是因为你的这儿心理被影响。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没有证据，所以绝不能先入为主直接下结论，而是应该就这件事存在的疑点逐一去击破和解决，从而建立视角。你等会儿，我拿手机记一下。这几句话还挺有意义的，我回头做视频可以借鉴一下。你呀，最开始我就问你愿不愿意做检查，因为我发现你的分析推导能力真的挺强的，对细节的把控也很敏感。你要是能更好的建立视角，算了，你就是做视频的，这些本事够用的。别，我还想提升呢，我才10几万粉。走，这是什么？
意杀人案指导案例，什么玩意儿？好好看看，再好好想想。记得要换一个视角去想。我记得你说过你会故意把投影反过来放的。没错，我那么放是当一个氛围灯用，再就是提醒自己，看问题不能太表面。那为什么又正回来了？也是提醒自己，看问题不能总是局限在自己已经习惯了的角度。要不要给你打灯啊？别费劲了。我就是想跟你说一说我的推演。什么推演啊？你的。我的？上面这些视频一共有11段，第一段是2018年7月你车祸前5个月，最后一段是2019年9月，跨度14个月。中间有1个月你在医院，那段时间没有，也就是说，基本上1个月1次，连你坐轮椅之后也不例外。这么看来，曾杰还真是个禽兽。这些视频上面都有日期，于是我查了一下家暴之前和之后。发现总共有4次，在他打完你之后，你们俩像没事的人一样。比如，18年的10月21号，他打完你，第2天你们就一起参加了一个活动，盛装出席。再比如18年9月2号，早上打的你，晚上就能在你的朋友圈看到跟他还有别的朋友一起吃饭聚餐。表面夫妻吗？演生活而已。我总不能像个祥林嫂一样，到处找人哭诉吧。我相信，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你要不要听一听？家暴本身就是违法且不可饶恕的，但曾杰对你动手，你没有对他进行任何惩戒，比如报警，比如向律师请求法律帮助，再比如明确的斥责，而是很快就像没事的人一样投入到正常的生活当中。按你的话说，就是演生活。在你刻意的纵容下，曾杰越来越容易动手，越来越容易被你激怒。换个说法，你是受害者，但也是你助长了他的这些行为。哦，对了，今天买了个包，这2年奢侈品都是涨价的，保值，比你的那些瓷器要保值。又变脸了，曾大师现在的脾气是越来越差了。怎么，又想动手了？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离婚的想法，但在去年10月份，你展开了具体行动。你很清楚，只有掌握了曾杰出轨的证据，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你自己的财产。于是你花了一点小钱，找到了愿意勾引曾杰的人，
而正是因为中间人找了刘威，1年后我才牵扯进来。放心，拿了钱我会好好做事的。小薇去勾引你老公，而你去勾引张野，当然，不能用勾引这个词。你利用了张野，你很清楚他心里一直放不下。其实你根本没有打离婚官司的打算，你只是想把张野的注意力吸引过来，让他看到你是多么无助弱势的一个女子，让他从一开始就认定曾杰对你有多不好，这样在未来他就会成为你最好的帮手。况且他本身也是一个颇有能力的律所合伙人。没想到刘威出了意外，他反水了，还从曾杰那边顺走了一笔钱，让你们俩都毫无办法，只能自食其果。因为刘威的事情暴露，你没办法再用出轨的事情来压制曾杰。那个时候，你动了杀心。工作室失火那晚，你是提前离开休息，你说你回家了，但是你去了3楼，所以曾杰一直以为他看错了，其实他没错。聚会结束，你从3楼出来，你知道曾杰喝了不少酒，他一定会住在工作室，于是你把摊盘挪到了沙发旁边。火灾发生时，曾杰是一个人在工作室，他也喝了不少酒，很有可能会葬身火海。没料到的是，事发前2天，他单位刚好组织了一场防火培训，送给他一套逃生装置，曾杰就这么逃过了一劫。火灾事件后，你暂时没找到机会对曾杰再下手，而因为这次火灾，曾杰反而营销了一把，成了浴火重生的大师。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俩离婚，曾杰会损失一些钱，但他未来仍然大有前途，逍遥自在。你不愿意看到他那样，你必须要他死，所以你设计了一个需要很长时间的计划，将曾杰一步一步推入绝境。白小玲，你真的很厉害。快说啊！我迫不及待想听了。1个月后，你发生了车祸，准确的说是一起没有实际发生的车祸。你甚至很谨慎地将整个车祸的过程都通过手机向你好友进行了直播，让这场车祸变得真实确凿。车开进了公路边的沟里，而你也受了伤，但事实上，你只是轻伤，很轻很轻。轮椅是真的，但你残疾的腿应该不是。真希望不是。好，那我就说说为什么不是吧。我找到一份2手车交易鉴定报告，鉴定的车就是你那辆事故车。啊，你看，这个呢就是去年卖的，2天就卖脱了。车主呢是个女司机，开到马路牙子上去了。除了发动机的盖子，还有底盘有一点划伤。车况啊好得很。车主价格开得非常低啊，估计呢是遭车祸给黑到了。刹车没动过。啥车？刹车没动过噻，跟原厂的一样，都还没过保。这车谁送来的？一份鉴定报告而已，说不定我是错把油门当刹车了呢。不会的，你知道不会，我也知道不会。那场车祸根本就没有让你残疾。你在医院躺了1个月，跨了个年，期间张野还去看过你，坚定了是曾杰要害。真精彩，继续。出院后，你的生活就变得简单，当然，是看上去的简单。基本上每天下午你都在咖啡厅看 QQ 阅读器，会去菜市场买菜。因为你是一个坐着轮椅的美女，所以菜市场的人很快都跟你熟了，知道你喜欢吃鱼，你老公喜欢吃肉，都觉得你身残但乐观，又极其贤惠。实际上，曾杰很少回家。你买那些肉，就是为了给人留下一个残疾、顾家、对老公好又贤惠的印象。这些人都是你培养的证人，在之前网络舆论发酵的时候，他们也都积极的上网发帖转帖支持你。那些肉，你都拿去喂了流浪猫、流浪狗。是的，我跟踪过你。开。
咖啡厅看书，菜市场买菜，吃不完的肉喂流浪狗，这些事怎么变成阴谋了？熟悉吗？这些都是你电子阅读器里曾经收藏的书啊。搞错了吧？我平时看的大多都是小说，可惜我的阅读器丢了，不然应该拿给你看看。丢了没事的，只要你的账号还在，收藏记录也全都还在。大灰灰，你这么做，难道是在怀疑我吗？是。我想说的还远不止这些。你出院后半年内，前后网购了6把大马士革水果刀。曾杰致死的凶器就是你从家里带出去的一把。当然，案发前你很好的解释了是曾杰自己塞进行李箱，还专门在服务员面前留下了证词。买这么多把刀干什么？是因为你在选最合适的，同时也在做练习。我还买了12把西餐刀和2套整组的厨房用刀。那些没有水果刀更方便携带啊。有道理。所以综合这些，你认为我是蓄意谋杀了曾杰？3个月前，我因为调查曾杰，知道了你。我了解到你经常会去咖啡厅，所以我故意去接近你。我知道啊，我知道的时候还挺难过的，不过后来也原谅你了。不，白小玲，你早就知道我是谁了。在我说出真相背后的逻辑时，你就已经知道了。反正我就是一个做视频的博主。什么视频啊？悬疑推理案件分析，号叫真相背后的逻辑。因为我能帮你了解到更多你不容易了解到曾杰的事情，这其中对你最有用的就是林芳。因为林芳的事情有很大的机会让曾杰万劫不复，所以你找到了灵山，给了他一笔钱，一大笔钱。我想你应该是要求他在你指定的时间内去投案，把曾杰供出来。其实案发后我去找过张小红，我想让他说服灵山，但是他拒绝我了。所以灵山去投案时我很吃惊，但当看到你父亲委托的律师出现后，我明白了，灵山早就在你的计划之内。因为明白了这个环节，我也想通了最后一个疑点：你在民宿杀死曾杰，自己也身中2刀。案情通报提过，那2刀来自外力，也就是说不可能是你自己砍的。如果今天推演的都没错的话，民宿里一定有你的帮手。那家民宿只有大堂有监控，有谁进过你房间是查不到的，你知道吗？我是求来了民宿周边所有民用监控视频，最后才锁定了你父亲。他很谨慎，开的不是自己的车，但还是在一个路口疏忽了，往窗外看了一眼。讲完了。说完了。讲得好精彩。不是我讲的精彩，是你设计的太精彩了。你知道分析这些事情真的好累。大灰灰，你真的很厉害，基本上都被你说对了。
不过呢，你好像只有分析，没有证据。我不厉害，我只是个业余的，厉害的是专业的。他们早就发现了你的疑点，对你展开了全面的调查。他们？对。白小玲，去自首吧。你是坐上轮椅，还是自己用腿跟我走？大灰灰，可惜了，今天还没喝到你做的咖啡。其实，这不是我想要的结局。但也无法改变了。可以改变，而且我希望能改变。你这想象力是不是有点太明目张胆了？你现在是不是见到曾杰就觉得他马上要杀人？我不就是怕曾杰对白小玲动手才跟来的吗？我真服了你了。行吧，你继续享受吧，明天还得继续盯梢呢。但是提醒你啊，盯归盯，千万不能越界。哎呀，又怎么了？大灰灰，情况紧急。什么？我们之前怀疑曾杰去年故意搞坏了白小玲的车，让她出了车祸。对啊，那辆车在去年就已经作为二手车卖掉了。我找到车贩子，拿到了一份鉴定报告，那辆车的刹车是原厂的，没有任何替换，也没有任何损坏。虽然还不能说明什么，但至少证明你真相背后的逻辑出现了问题。是刹车，当时突然失灵了。青城山，他根本就没有跟你修复关系的逻辑啊！搞错了，没错，搞错了。按理说我不应该找你帮忙，但事情紧急，你离他们比较近，在确保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尽量拖住白小玲。不是曾杰要害他，是他可能要杀曾杰。听到了，谁呀？大灰灰，你怎么追过来了？那太好了，你还没死，你还没被干掉。你疯了吧你？你现在走，要不然我就报警。哦，不用，我已经报了，警察马上就到啊。小玲，我都已经弄清楚了，我和李德完全把事情全都弄明白了。你听我说，曾杰这个人渣犯不着你为他冒险。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你赶紧给我走，马上滚！林芳是不是你害死的？是不是？听我说，我们要从林芳入手，让法律去制裁曾杰，而不是为了复仇让自己去犯法。小林，我知道你过得很辛苦，这一年来你忍受了很多事情，过去这些事情都是你一个人在做，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有我，有李德，有张野，大家都在查，我们掌握的证据和线索已经足够。听我的，咱们别犯法。林珊前2天收到一大笔钱，是你给的对吧？
其实你也想到了，这才是制裁曾杰最好的方式啊，这不就对了吗？你杀了他，就算有再好的计划、再好的掩饰，都是冒险的呀。李德想查到去年曾杰让你出车祸的证据，他查到你那辆在车祸后的二手车鉴定报告，你很清楚里边是什么内容吧？你的车子其实没什么损坏，刹车也完好无损。在车祸前，那辆车子根本没有什么问题，车祸并没有伤害到你。你的腿没有残疾。小玲，报警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让法律惩戒曾杰，比你在他身上捅3刀要有力得多。我就是要捅了他。是，我知道，如果我经历了你所经历的，我也想捅了他。但捅完之后呢？除了让你过一个短暂瞬间的瘾之外，就没有任何好处了呀。其实你也清楚，只有报警才能让曾杰绳之以法。你想清楚结果，他只是想发泄心里的恨。我知道你很痛苦，你很愤慨。这些我都理解，但理解并不代表支持。小林，作为你的朋友，我不希望你为了惩戒一个坏人而让自己变成一个犯罪者。咱们理智一点，好不好？我一直都很理智。你只是特别理智的谋划了要亲手了结了他，你并没有理智的看待整个问题。曾杰是耽误了你的过去，但那仅仅是过去啊，未来还是很美好的。你这么年轻漂亮，你还有爱你的人，你至于搭上自己的一生吗？不要觉得你做的计划真的天衣无缝。你看看现在，李德也好，我也好，不都已经发现问题了吗？业余选手真的玩不过职业选手的。我知道，你的父亲现在正在某个地方等着你。你难道也想把他带上犯罪的道路吗？为了曾杰，你父亲搭进去2个人，值得吗？相信我，这是最好的结果。Within the dim lights, there's a bright view. Some whisperings are louder than screams. The drowning sea is not the sky and dark blue in this world. You'll never see through. Cut all that annoyance. I'm in my enjoyment. No sympathetic words roll out my mouth. 'Cause once you start, you can't recall. Soon I will hypnotize the sour look in your eyes. Follow my instincts, don't fall behind. The story now's been told. Question the words my soul. Don't you feel it's running from your throat? So hypnotized before we pull the fight. I lie before you spell the lie. So hypnotized before we pull the fight. I lie before you spell the lie. Before you spell the lie. 娟儿姐，
我张野跟您汇报一下，曾杰那边差不多了啊，判还没那么快，但是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具体的，到时候我第一时间通知您啊。要回吗？我就是不想让你送我，不是你成天让我出去留学的吗？怎么，我现在真的要出去了，你又开始婆婆妈妈了？放心吧，我出去了肯定会好好学的，怎么可能和以前一样？你这个当爹的也太不了解自己的女儿了吧？好了好了，你记住：1，注意身体；2，要记得好好陪陪我妈；3，虽然原谅你了，但是你要好好表现，不然我会很失望的。来。这个曾杰啊，自己都记不清把人林芳埋哪儿了，挖了20几天才找着，最后通过 DNA 比对跟林珊，才确定是林芳。曾杰判了没？哪那么快呀？看守所里关着呢，他现在是过街老鼠，肯定轻判不了。哎，那林珊呢？林珊敲诈勒索，还有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包庇的。不过呢，他又是自首检举的曾杰，所以啊，也会从轻处罚。哎，你最近见着白小玲了吗？没有。你就没想办法见她？没有。不舔了，我这舌头都舔麻了，舔不动了。不过啊，这一次你确实帮了他很多。你说啊，我之前一直以为她是一个长得漂亮、没脑子的女人，经过这1年多，我才知道，谁没脑子？我没脑子。哎呀，你说她长得漂亮，有智慧，有胆识，懂隐忍。我一直以为我是她生命中的救世主，现在我知道，我是什么救世主？我就是她人生中的一个配角，以前是，现在也是。不，我连配角都不是，我就是个临时演员。我现在再见她，我一点脸都没有，我一点尊严都没有。野哥，啊，你以前也挺没尊严。来了，兄弟，你说这个话，你在扎我的僧，知道吗？我的青春啊，也算画上句号了。我是大灰灰，我是 Tracy， 这里是真相背后的逻辑。看。不知道他在。自从你升职了，我就约不到你吃夜宵了。我都快忙吐了，有时间宁可多睡一觉。再说你说要拍摄，不是借你拍了吗？谁托你？不是他这情况，他能拍视频吗？啊，他真的好好啊，文案超级好，分析和抓重点能力都特别强，现在连摄影都快学会了。这么厉害？你不知道，我上个月涨了10几万粉，大多都是冲他来的。我现在广告费都快涨1倍了。哇，那得恭喜你啊！哎，他真是什么都好，就是除了一点。凭什么呀？你之前跟我说好的，广告费分我30%，你现在要扣成本，那关我什么事儿啊？你讲不讲道理啊？拍摄不需要成本，后期不需要成本，出来搞素材、吃饭加油，这不都是成本吗？那你之前怎么不说啊？这是常识。你就说咱们拍了一上午，出来吃了这顿饭，这算什么？当然算是老板请员工吃饭了。呸！我为什么要请你吃饭呀？这就是成本。我已经很讲道理，我没多扣你1分钱。你一个平常没什么花销的人，要那么多钱干什么？谢谢啊。我之前怎么就没发现你是这么一个锱铢必较的人呢？我要买房。我做完手术，身上还剩下20几万，我要在2年内存够50万，交首付。哼，这么有理想。
2年以后林珊就出来了，我想给她个惊喜。干嘛去啊？上厕所。那扣成本的话，这些不等于我也花钱了吗？啊？那我们以后不可以这样大吃大喝的了。2个人点3个菜，这也太奢侈了。哎，2个人3个菜怎？而且像这样的餐厅，我们以后得少来，看着就不便宜。看什么呢？这种餐厅以后不要来了。那路边摊挺好的，我觉得。那桌一起帮我买了吧。喂，谢谢。那个莫来家是新来的，还考上了超农大学的哦，他专门来挣学费的。笑声啊！这车就在这儿放着吧，不要飘。但是我之前跟他那种关系，却不好吧？或者说，我觉得跟他是怎么办呀？那我是不是要去默爱他呀？哦，说错了，sorry。我要去默爱他。大灰灰，你怎么就追这儿跪？你还没死，还没干掉。你有病吧你？咋了？没事没事没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关系啊，哎，这那怎么跟这儿来了？你有病吧你？你不走我报警，对吧？走，你说完了，你说对吧？你看，你只是特别理智的谋划了要亲手自己，呸！你只是特别理智的谋划了要亲。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赶紧给我走，马上滚！林峰是不是你害死的？是不是？相信我，这是最好的结果。你在扎我的僧，知道吗？我的青春啊，何时画上句号了？喝酒吧。
时我很吃惊。对不起，我忘词儿了。OK， 你就说咱们拍了一上午啊，出来现在吃的这顿饭是不是成本？啊不，这算什么？这算什么？好了，明哥，哎，对。哎，你看你这就完全就是你就是在走路，然后拿来推一下，就是你的脚跟你的这个拐不能同时着地。哎，对，对，你得真的用手去撑。哎，对。